那么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个拉球如何能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力量。那么很多人在比赛中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我已经发了很大的力量了，我的胳膊已经很使劲了，但是这个球过去照样没什么质量，然后会被对方防过来。那么今天大家一定要认真听，听完以后你对正手发力或者反手发力就有可能有一个全新的理解。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的所有拉球跟手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我们在正手拉球的时候，很多人喜欢干一件事情，就是拉开手去打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球拉上了，但是总是有一种很僵硬，这个球过去以后质量不是很高的感觉，就是因为我提前先把手拉开了。我拉开手有两个坏处，第一个是如果我一旦拉开了，我这个球是处于一个没法调整的状态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拉开手，当对方给到我一个身体里面或者是身体外面球的时候，我的脚下已经是动不了了，我只能靠我的手去找球。那么为什么你拉开手以后就调整不了了呢？当你拉开完全一旦把架势摆出来的时候，你是处于一个准备状态，就你已经马上要拉球了。在这种时候，球一旦过来有一点点偏移，有一点点变化，你是完全不能动脚的，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。那么第二点就是，当我拉开手的时候，我不能充分的去发力。大家可以看一眼，当我拉开时，这个球在这里，我们的击球点离我们的拍子是很远的一段距离，有一个空间。那在这个空间里面，有可能在我们拉球的时候会发生很多意外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手有可能会突然间飘一下，或者是我的手腕突然间松了一下，或者是我的手突然压了一下，这都是问题。我们大家就要尽可能的避免意外发生。那怎么避免？就是我们的手不用拉开。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对方搓过来这个球，我并没有提前拉开手，我只是把手放在这里。那么为什么我这个球质量很高呢？那么大家理解一下，如果我先把手拉开了，因为但凡你只要一拉手，你的胳膊一定是使劲儿的。我刚才说了，所有的拉球跟你的手没有关系。大家很多人在拉球的时候为什么发不上力呢？就是因为你把力量做分散了。我这个球什么发力感觉呢？在这个地方拉开的时候发一点力，在这个地方收回来一点的时候再发一点力，然后在接触球的一瞬间再发一点力，你的力量是平均的，相当于就是没有集中的感觉。那么集中拉球的感觉怎么去找呢？就是要求你在拉球之前，你在碰球这一瞬间之前一点劲儿都不使，这里的劲儿是说胳膊上的劲儿。可以看到我在拉刚刚这个球时，我在接触球之前其实胳膊是很松的，并没有一个特别僵硬的感觉，我只是放在这里跟着我的身体摆动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如果我想把这个球打远，我是这么打得远呢，还是我这样打去远呢？显而易见，肯定是我在放松，突然间球过来的一瞬间，接触球的一瞬间，我去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这一点上，这样的话你的发力就会很充分。大家首先要改变一个观念，很多人在打球的时候追求一个什么呢？动作完美，我必须把这个球动作做得特别好。但是往往当你把自己的动作固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力量发的就是很平均，这里发一点，这里发一点，接触球的时候也发一点，真正发在球上的力量有可能只有你整个发力动作的1/3甚至1/4。那么如果我们的手放松以后，我们应该用什么地方去发力呢？很简单，我的腰胯还有我的脚下。当我们的拉球不去用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点，你的腰胯和你的腿体现的就会很充分。但是如果我一旦在拉球中加上手，那么感觉立马就变成僵硬的了。大家在训练中去找这个感觉，用身体，不用手，不拉开手去拉球的时候，你的拉球质量会上升一个台阶。